感谢大家，因为必须大家才是我直播的动力，没有你们听，你说我跟谁去聊啊？好吧，没人聊啊。我写这个主题没有任何什么侮辱女孩子、女性的相关的意思，只是让大家更了解一些男性。那个，因为活这么大年纪嘛，我其实也是什么都经历了，从改革开放最开始啊，经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出生长大，然后呢，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身边呢一直都围绕着这些东西，然后发现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呢，男人可能有两种，我只讲大概率啊，不讲小概率。就一种是有条件向上的，愿意向上的，或者心向上的；一种呢就是愿意在底下甘于平庸的。那这两种人可能未来的命是不一样的啊。咱们就说向上的人呢，他一定有什么追求，对吧？要不然就是金钱、权利，对吧？女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欲望，就肯定都是向这方面去有追求的啊，大致都是往如此啊。男人，而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挣钱的这些领域，几千年以来大家也都看得见。那最容易挣钱的是啥啊？我们现在基本上也都看得见，除了一些洗脑的宗教以外，就是黄赌毒，就是黄赌毒。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就是说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男人的需求，男人在什么领域获得快乐是最有关系的。什么领域中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越多，那这个领域理论上就最容易去赚钱啊。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黄赌毒就可能是最多的啊。柳岩咱们可以以后单聊，但是呢，我也跟你说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呢，我跟大家说真心话，就是她提防心，就是她自己的位置从很低的一个护士起来，所以她可以跟你上床，但是你知道她所有的心都会跟你隔得很开啊，所以她不会跟你舒服。一会儿我们谈谈这个女性的问题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啊。所以呢，实际上男人呢，就是永远会喜欢，哎，一谈权力的事儿，一谈钱的事儿，一谈女人的事儿，都是很兴奋的，很高兴的啊。这个就是跟大家就是聊，所以呢，起这么一个节目，你看我放了很多不同的视频，但是最终呢，还是要回到那一亩三分地啊，就没有什么政治啊乱七八糟的，还是要回到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啊，随时我就可以去聊啊，随时我就可以去聊啊。你问的这个太直接了，这我不能说，这个就说了以后你就该成为真正的八卦了，好吧？但是如果你要说问跟柳岩上床的感觉某些东西，这个我倒是可以跟你慢慢聊啊。但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不能跟你太直接去说什么了，好吗？只是呢，在演员的这个领域中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啊。其实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男人呢，跟女人之间一层层的往上走，如果你要感兴趣，真正到最高层面才是最有享受的这个层面。只是有的人就愿意在底层，不愿意出来。那什么叫最高的享受？这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啊！你看皇帝喜欢的什么，李师师他们喜欢什么？叫琴棋书画。不仅是琴棋书画，跟大家说啊，这个女的能带给这个男的满足男的各种的因素越多，他们俩可能产生的愉悦跟交集就会越多。那你说这个人可能很有钱，但是单纯有钱的人，他自己能够带来愉悦的领域越少。比如说，他是个煤老板啊，不挤兑谁啊，他只是有钱，他也没有文化，也没有修养，也没有家世，也没有对时尚的感知，什么都没有。所以满足这样的女的，就上床足够了，只到这个位置，OK，没有向上的阶层。但是随着一层层向上走，其实越往高层钱多，比如说二马、三马那个阶层，咱们都知道是谁，对吧？李嘉诚那个阶层，那个时候他们对女人那种感知，就跟古代我说那个青楼一样，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位的这些感知啊。我以后跟大家可以详细的聊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细节，底层的这些男的，上层男的。但是我接着那天我在 TikTok 上没说完的跟大家说，就是在我待的这个圈层里，呃，很多红三做生意的，有钱，有一定修养、一定教养，在这个圈层里面，女孩儿我们就开个玩笑，我说叫六上，层次不一样，上手的
上口的，哎，要上嘴的，上车的，上床的，上心的，上头的，这就是分得挺清楚。也就是一个女孩子一来一聊啊，一会儿我会讲，她可能就这六上就不一样了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演员的都不行，一会儿我给你讲为什么。我讲完六上再一讲女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了啊。首先，什么叫上手的？就是你看很多女孩儿，我就开个玩笑吧，啊，你看比如说北京出身的一个这儿号称不比柳岩小，甚至还大的，住在金茂府 A 区顶层的，啊，咱们都知道是谁，对吧？大啥啥，对吧？啊，跟她老公离婚的，那为什么你说跟她上就便宜？就那个时候能上的时候啊，我讲在环境里，一会儿我讲你就知道原因了，啊。那柳岩它的特点是什么？一会儿我也讲，你就知道原因了。啊，这讲的是不是比较暴露啊？啊，比较暴露啊。这六上一个圆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上手的就是手感。第一个接触，大部分这种上手的女孩子都是在一些夜总会啊、夜场啊跳舞、蹦迪、卡拉 OK、迪厅，管你叫什么蓝莓场、黑莓场、红莓场、草莓场，这样接触的女孩。大家知道，在那种夜场晚上的灯光下，这个女的呀，很丑，看起来可能都很漂亮，所有细节你都看不见。所以在那个时候只能通过手感，手感啊，手啊，身体呀，它对于你手的反应啊，你手摸出来她的身材啊，各种各样的来源。就很多女孩子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她们只能混这个场这个手过了就没下文了。为啥呢？因为她们除了有手，在手的方面感觉都不好，手的方面给很多男的感觉都不好，那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呢，一会儿我讲女孩儿你就知道对应的是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啊，讲的比较散啊，大家听一听就那什么。我是没办法，我是受一个朋友所托，在一个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城市里，帮这个朋友对于他下面的很多女孩子做过培训的。然后为什么这个人就不干了？包括我为什么开个玩笑，我去阿联酋电诈，他们让我住电诈园都不让我走，我跟个宝贝似的。我给这些女孩做完培训以后，这些女孩平均的收入水平涨翻番儿，有的更多，能翻3倍。就是我告诉他们问题出在哪儿了，为什么到手的阶段就不往上走了？所以这种女孩就是一次性的买卖，这是有很重要的问题的，就是她在手的阶段她都不能吸引一个男人，就很多女孩都不关注为什么这手的阶段都不吸引她，对吧？啊，皮肤很粗糙，啊，一说话嘴里的口气口味儿很重，听得明白了吗？说话的状态很不让人舒服，然后呢，各种东西男人都不一样，所以真正的开个玩笑，就在这个阶段，这个女人也得知道男人是喜欢什么的。啊，一摸这腰上全是赘肉，站在那儿就跟个水桶似的，对吧？然后等等等等各种东西。所以呢，大家知道在手的阶段呢，当一个女孩就不让你产生了吸引力，那除非你没钱、很穷，是个女的就上，那你没有这个阶段，全直接奔床上走，你还能跟她唱个歌儿还能等夜场，所以奔上床的、奔捡尸的都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就正常有钱的，跟我差不多这个层面的，他们对于女孩儿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什么叫上口？上口的觉得啊，明星的问题一会儿给你讲，问题特别大啊。上口可不是什么亲嘴不是，这是后面聊的事儿。上口是聊天嘴，所以为什么很多女孩有人打赏，有大哥给打赏？我跟大家先说啊，这个阶段女孩情商都高，会说话，嘴好使，所以这样子的话，她能够让她就是通过嘴的层面，能够让她很舒服。聊的东西啊，说的东西啊，就这样的女孩呢，人家愿意跟她聊，啊，一直都可以去讲啊。所以呢，不管她是唱歌啊、跳舞、干这个东西，她有一个长久跟人沟通交往的各种各样的话题，能让男的在她这儿感受到舒服。因为很多可能有钱人都会累呀，身边的人都有利害关系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呢，那你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对你的需求就纯是聊天儿，聊天儿就高兴，对，聊天儿就高兴。所以呢，我呢就身边就有这样的女孩儿，关系很好的女孩儿啊，
然后呢，跟阿联酋那么多王子，阿拉伯很多上层关系都特别好，这些人都带他出去，老出去什么坐热气球啊，什么放个鹰啊，滑个沙呀。然后他回来，他说经常这一大堆男的里面就我一个女的，他们都可喜欢跟我聊天呢。然后他跟我说这个阿拉伯没啥玩儿的，就这点东西。我说不对，我说我告诉你，阿拉伯世界有的是玩儿的，但是你都不能参加。那些王子参加的跟女人的活动，人家都不带你，因为你被归属于朋友，可以聊天儿情商高的朋友，而不是往那方面走的人。也就是他是这个上口的，沟通好的，但是他不能够被这些人带动起来另外方面的欲望。可是他也能跟这些人很好的交情，很好的交往啊，这是属于一类的。第三类呢，就是上床的啊，这个我到时候以后细讲，特别复杂，类型特别多。对，没错儿，嘴皮子好，不上床也能挣着钱。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很累的啊，不管是做生意啊，从政的什么东西，如果有一个人跟他聊得很好，那这个人语言能力一定是很强的，跟他聊得很好，聊得很舒服啊，就能变成正常的朋友，就会买很多东西啊，这个那个就送他，大家之间就能有很好的一个交往。啊，这个是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异性为多，同性很少，异性为多，好吧？第三个上床的这个呢，因为男人的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性是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想一个男的在床上能跟你保持长久的关系，你也得在床上知道他喜欢什么。哎，这个必须得女孩子，这是有完全系统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床上男的喜欢什么，那就完蛋了。就很多女孩子的问题出哪儿？她老觉得上去就跟人什么做个爱，那能有几分钟啊？那能干点儿啥？真不是。你怎么能让这个男人舒服了才是关键点。这舒服从身体到精神各种程度，有主动的，有被动的，啥都有。但是前提很重要，一个女孩子就是通过跟这个男的接触中，她得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让这个男的获得最大程度的舒服。她如果真的让这个男的舒服了，那他说不定慢慢这个男人就上心了。因为一旦上了心，那就不是一次两次了，那就成为一个某种程度的相对固定的关系了。对呀，因为他可能是在这个领域让这个男的最舒服的。哎，很多人老以为就那一下，那开个玩笑，全世界的别生气啊，全世界女孩子长得不都一样吗？你哪能让人家最在那一个事儿上舒服呢？那是决然不可能的，决然不可能的。每一个男人都不一样。啊，有人说那没啥呀，我可能就是开个玩笑，我可能就按摩在某些地方做得特别好，每次完了以后，我能不能按摩给他睡着了，开个玩笑，那你可能就牛逼。他可能就是想在这儿真正获得一个放松，然后就 OK 了，对吧？那就是他可能你就靠这个，而且你的按摩跟他的匹配度，他就就喜欢。就喜欢，不是之前，是之后，他就喜欢。喜欢完了以后呢，那他就慢慢你就可以长久的获得相关的东西。你跟他之间联络的这个线越多啊，一会儿我讲这几个啊，这几个是能并存的啊，这6个是能并存的，那你将来的未来就越多。到了上心的阶段，那两个人就基本上有一些稳定的关系了，有一些稳定的关系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长期的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很多在这个领域啊，就是我接触的大老板啊，包括我刚才讲的，咱们那个都应该得叫爷爷了，李嘉诚，李老爷子，朱佑林呐、郭鹤年的这些大的，到国内什么二马三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喜欢这种长久的、能舒服的女的。那有没有人他因为他各种程度他不喜欢，他的舒服就是以频次、频率、人数来定的，有上不去，就是他不管有没有钱，不管上不上，他就是喜欢，就是你跟他你觉得他啥东西他也是，就是频率越高，这个新鲜感越强啊。开个玩笑，刘强东啊、纪晓波呀、等等，就是中国商业圈很少这样，但是没办法，他就行。对吧？比如说东子，比我小一点儿，
对吧？从北京在中关村卖黄色光盘，叫买 VCD 送黄色光盘，到卖 DVD 送黄色光盘起家，就喜欢，对吧？他的管培生基本上全都那什么过，而且跟他越稳定的女人，在京东位置还越稳定，就喜欢。所以为什么东子闹这个事儿呢？这事儿你在其他大佬都看不见，因为其他大佬都是循序渐进的，最后形成到上新的时候，这都不定多少个过程之后了，很隐蔽，很稳定，双方知根知底儿。但东子不是，就喜欢，是个人就是，是个人就是。现在呢，只是隐藏的好点但是一样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东子跟这女的上去，他那个助理看这女的上去，直接在特别自觉的电梯那找个地方等着他们，因为太经常了。这是在京东公开的秘密啊，200多个管培生里200多个人，对吧？而且呢，东子上回我也说了，让人伤心，这睡过还不止一次，结果一块吃饭都不认识人家，他就喜欢这种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呢，像季小波，咱们小波同学，每次从吃饭就得最少8个女孩，少于这个数他都觉得不爽，得开始陪着，就没办法。当然呢，除他们以外，大部分这种纯粹追求频率、数量，不追求享受的，还有谁呢？大量的黑产跟灰产的大佬。其实现在大家别看啊，最有钱的一波人，中国人肯定是灰产跟黑产的大佬。但是这些人在整体的条件状态上，别生气啊！如果有听的我的，别生气啊，咱们叫八卦。跟当年的煤老板其实蛮有的一拼的。他们不属于完整的这种底下一下有档次文化正经上来的人，也属于乍富啊，灰产和黑产啊，一个群体一个条件。所以呢，在内心深处，他没有到那种能够这么去欣赏女人的层面跟档次。还是那种疯狂的追求频率、数量，各种东西这种档次啊，我也比较熟，这个我也是比较熟啊，所以呢，那个什么旺盛也不是那么说的，一会儿我再讲，这跟旺不旺盛两码事儿啊，这旺不旺盛，这还是这什么，男人都旺盛，男人都旺盛，对吧？你看比我熟的，我叫老哥，咱们也知道我说他没关系，那老哥，咱们薛蛮子薛老哥70多了。那每天晚上这个必须俩，根本不可能少啊！我到时候哪天我再找个薛老哥给你们采访，对吧？少这个数，连活都觉得活不下去，就这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呢，你说我怎么弄？这个就是这岁数了，你说旺不旺啊？那也不会那个什么，两码事儿。就是每一个人的概念都就是习惯就不一样，好吧？每个人的习惯，每一个人乐子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对，处子秀是我第一次讲这个东西，讲的不好，大家就凑合着来，好吧？就是随性啊。倒是到上头就出问题了。上头呢，最差的，开个玩笑啊，也得是，家里来变成家里的二奶奶、三奶奶，啊、那是往上就可能婚变了，真的是。所以呢，但凡一个女的让男的上了头了，这个就很厉害了。当然，这个里面的过程也是蛮复杂的，也是蛮复杂的，而且得是长期的去交往。那为什么我讲这个女人呢？就是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取胜，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女人从她的长相、身材、皮肤、她的味道，这个女人的味道，我跟大家说呀，大致这个女人基本上有3个，有的会更多，5个到6个，散发味道的来源地方啊。咱们能知道3个是什么？一个是嘴，一个是腋下，一个是底下。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可能有人比如说耳朵后面，比如说有人的脚，而且呢，这个女人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后天的，这个味道就不好，味道就不好。还有呢，因为中国的女人的特点，咱们都知道中国的女人生孩子为什么都不能做水里面生，欧美的都可以直接咔坐在水池里。中国女的但凡在水里面生育一次，一生的妇科病跑不了，所以谁也不敢在水中做分娩。
所以大家就知道中国女性的生理结构跟老外不一样。所以当这个女孩子不懂的时候，一旦底下出了问题，特别是出了延展性的问题，这个味道是很可怕的。这个味道，你说这个男人的味儿、女人的味儿，这是雌性跟雄性激素，我说的东西不是啊。懂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懂的人都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这个味道呢，有的人呢不开玩笑的说，就算是再怎么洗澡，只要一上来，那个东西就 OK 了。然后这种味道有的冲的那种感觉，不开玩笑的说，但凡有点身份、有点条件，你长得再漂亮，你皮肤再好，条件再好的男人都不会去碰你了，都不会去碰你了。而且有的这个味道一旦形成，就无法去弥补。女孩子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年轻的女孩子，喜欢15、16岁的，喜欢17、18岁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很多女孩子一旦20多岁吧，她就开始对身材很在意啊。咱们先不说整不整，她就开始节食。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肠胃呀，女性的很多人脾虚，这个肠胃不一定好。20多岁甚至于到30岁的女性啊，她由于去节食，她吃的少，但是她的肠胃、她的消化功能摆在这儿，虽然她进体肠胃，所以她的味道会从里面反出来，就到嘴上。厉害的甚至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有啊，不厉害的呢，那你可能接吻啊各方面的话就有啊。你说的是腋下，一会儿再说腋下的事儿。这个时候，这个味道冲了也是很可怕的。那可怕在哪儿呢？那腋下这个咱们知道，不仅仅是狐臭了，还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女性大部分自己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很知道，所以这就将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长相的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说，哎呀，整容啊，这个那个呀，什么打玻尿酸弄完了以后，身材的事儿啊，你健身呐、什么隆胸啊，乱七八糟的，皮肤的这件事，那需要的难度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可能很多女孩子要去做这种啊，让皮肤更舒服、舒坦的一些东西，甚至于美白啊，维生素 C。所以很多女性为什么常年的要去注射维生素 C？因为这是让皮肤白的一种方式。然后这个味道，如何让身体的各种味道变得好闻？还有一个呢，很多女性呢喜欢有香水，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香味儿，如果你属于跟男的自然交往过程中，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我跟大家说真的，并不一定是个好事儿。表面上它去掩盖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它会带来一些男性的一些困惑啊。这个东西注完了以后，然后就是交流了。很多女孩子不会跟男人去交流，就是说话她不太去看这个男人的位置，不太去男人的感觉，所以她说的话都是直着出来。这种无法去跟男人交流的女性，也很难让男人保持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包括女孩子的背景、女孩子的技能、特长，这些东西都是决定是不是最后上心甚至上头的重要条件。所以呢，如果你确实问题比较大，长得就很丑，开个玩笑啊，凤姐那样子的，那你可能都到不了后来，你连上手的都没有，连上手的都没有啊。你说那个女孩子什么？我刚才没讲完，就是越年轻的女孩子，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像狐臭之类的，越年轻女孩子异味越少，底下也好，上面也好，越少。所以刚才有人就谈到那个大 MM 的事儿了啊，金茂府顶层，就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感觉很好的女孩子，身材那么好的女孩子，但是她确实是不太招人待见啊。大家从我讲的东西就是很漂亮，但是如果还没有那个什么，也很浪，但是如果还没有什么，这个味道就已经很难受了，那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呢，大家知道，但凡能在这个圈子里做这儿的，肯定不是什么包工头啊，什么挖矿的老板，因为他就没有途径上去，也不是你单纯有了钱干个什么影视，做个制片人就能睡到的，你总归得有途径，因为这些人要不然就是自己的路，要不然就是经纪公司的路。所以呢，你这些人一般都不会是只经历过很少的，都经历过很多，经历过很多。经历过很多的人，就算他有兴趣，但是到这儿你这个味道无法让他承受的时候，那就算勉强做了，也是一个极痛苦的事情。啊，我讲这个东西，大家也许应该能够明白，啊，也是个极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我跟很多女孩子也说，我说你要是真的跟男人想长久，你就得好好琢磨我讲的这些东西。对，你得真的投其所好，知道吧？你自己整一整，弄一弄，你身材弄一弄，就真的是这样，皮肤弄一弄，还得很重要的想办法要解决你味道的问题。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呢，特别多女孩子对味道已经没办法了，对味道已经没办法了啊！这不是稿子，这肯定不是稿子，没有这种稿子，哪会出来这种稿子呀？啊，然后呢，就他解决不了这个胃的问题。比如说，但凡如果有人告诉你谁谁谁下面全是酸的，那你就有大问题了，真的是有大问题了。所以呢，这个这就你最好不要去那个什么啊。然后更重要的，当你有味道了以后呢，男的也害怕，男的也害怕，知道吧？所以最起码这个女孩子，您要那啥，您那个牙得好好刷刷，您得想办法弄点东西，不能让嘴里的味儿去泛滥了，否则你就进不了这个领域，对吧？其他的咱不说啊，然后其他的东西，反正你都知道，慢慢的怎么去解决啊，怎么去解决。剩下呢，交流的艺术呢，好好去学一学，真的得真诚，而且得让人觉得有东西很重要。但凡这个女孩但凡长相、身材、皮肤、味道、交流这几关过了，没背景，我跟大家也讲过，那也会很幸福。我亲身经历的，啊，阿联酋的哪一个酋长国我不说了啊，跟大家也讲过那个王储，这个女孩子在一块儿待了1个月的时间吧，好像是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在伦敦的海德公园边上海德湾买了套房子，1个多亿送给这个女孩子。对，上头了啊，上心了，上心了。所以呢，综合的东西不是单一的东西，很重要的啊。每一个圈子可能对这个东西喜欢的是不一样，酸的你喜欢，你知不知道酸的就代表他那边有问题呀？他那边有问题呀？啊，你可能在跟他做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问题呀。听明白了？不是你们又受不了又聊，那我这个那还聊还是不聊啊？聊还是不聊啊？嗯，哎，金茂府谁？你自己去网上查，谁住金茂府顶层复式啊？一查就知道了。对呀，啊，所以呢，那当然有自己的特殊爱好的咱不聊，因为我没有聊有特殊爱好的，那很多人都有特殊爱好，对吧？咱也知道刘銮雄跟那个谁发生的事儿，关之琳，特殊爱好的咱不能聊，咱只聊正常人的表现，因为有人就不愿意做，真的就不愿意做，每一次都是看女孩去表演，他不在乎自己那个情况，表演的好了他就舒服，因为大家的爱好领域不一样啊。像我那个时候遇见日本的电通电阳株式会社的社长，对吧？那他喜欢的就是在女孩子的鞋里面倒酒，让女孩子给他倒，倒完了他去喝，对吧？那你说这种东西，你说都是很重口味的啊，这个东西咱就不聊了，咱聊的都是比较正常的，咱聊比较正常的。所以呢，真黄，不是黄，我是说你遇见一个女孩子，我这里面聊的都是那种工作或者办工作啊，不是正经八板的女孩子啊，大家清楚，不是正经八板的。但是你在那儿遇见一个女孩子，你就得知道这个女孩子值不值得你花时间精力去做一些事情，明白了吗？
如果你觉得你在手这个阶段，或者聊天这个阶段就那什么，如果你不是很性急，就不太建议你往下去交往了。那反之呢，女孩子也会有一个东西，这都会经过培训跟体系往上走的，啊，走的。那我不聊酸的臭的没办法，大家总在说这么漂亮的人怎么就不 OK 呢？对吧？怎么就不 OK 呢？对吧？还有呢，就是确实有的人在bad 上面是会演戏的，啊，就他所有的表现其实都是演戏的。此外呢，可能会有人喜欢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演员，比如说跳体操的，比如说运动员，大家会喜欢一些职业。但实际上呢，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们身边包括男的，你们可以问问男的，当他是运动员的时候，或者是演员的时候，就像韩国的美团，就是大家见过那个韩国那些跳舞的女孩子吧？啊，那你们接触就知道，她们的肌肉是很硬的，她们的肌肉很硬，她们没有那种很好的皮肤下层的感觉，很硬的，啊，甚至于某种程度跟那个小钢铁似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啊。这女孩子嘛，刚才也有人写了，像一个这个糯米似的，那抱着感觉得好，但是你就不可能去享受抱着他们好的感觉，明白了吧？基本上不大可能啊。那生过孩子区别太大了，就算生完了孩子，你做很多方面的恢复，那区别也是很大的。最大的是哪儿？跟大家讲，你们都不知道，是胸。没生过孩子跟生过孩子的女孩子最大区别啊，就是没有生过孩子的女孩子，胸里面是有那个乳核的，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你摸，能摸得到那个乳核。这个胸为什么会挺？就是这个乳核在撑着，乳核。但这个女孩子但凡怀孕到哺乳期，不管她生没生，就是到了要生产的时候，哪怕最后是流出来孩子死了，她因为要哺乳，这个乳核就化了，听得明白了吗？这个乳核化了以后就软了，然后胸就下来了，知道吧？胸就下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其实开个玩笑啊，如果你有幸在床上跟一些女孩子接触，一那个什么，如果是真的啊，不是假的，或者上面弄，你就知道那个孩子是自己生的还是代孕的。因为只要是自己生的，这个胸一定就是化的，听明白了吧？不可能再是挺的。但是呢，代孕不一样，代孕就是挺的，因为它乳核还在，摸到了乳核还在，好吧？啊，这就不一样了，这就不一样了啊。不是优秀的才华，男性跟女性接触最可怕的，我跟大家讲，你去抖音上看是真的，叫生理吸引啊。有人说什么叫生理吸引？就这个女孩儿，你抱着她那个感觉就舒服的一塌糊涂。然后抖音上跟你讲的是真的，就这种女孩儿生理上的吸引，你们俩因为在一块儿时间，因为什么时候走开了，10年以后再碰到一块儿，两个人只要一抱，所有当年的感觉全回来了，特别可怕。啊，我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廊桥遗梦》里面那个女主角碰见那个男的，就可能是这种感觉。啊，我说这个泰坦尼克也可能这个女的啊，叫什么什么，碰见那个男的，就咱们如果真实发生，也可能是那个感觉。就这种生理吸引不在我刚才讲的所有范畴里面，没办法，我遇见过呀，真遇见过呀，很少很少很少，但是真的遇见过，就是身边朋友有这种东西。这个能到什么程度呢？跟大家讲讲啊，就是3、4年的时间，哎，男的女的在一块儿，任何时候只要这个男的摸这女的手一抱，立刻就硬，啥时候都是硬的。对，你不可想象，你说这他妈怎么可能呢？哎，这真的，这就是生理吸引啊！抖音上曾经有很多人讲过这种生理吸引，这是真的，经历过的，特别可怕。但这俩人因为性格不合，因为这不合那不合，还真的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只是这种吸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们俩分了多少年在一块儿，还有遇见这样，还是这样的，只是真得靠天命，这就没招了，真得靠天命。所以呢，你也碰到过一个是吧？所以呢，为什么过去古代的在这个那些风月场所琴棋书画，大家就明白了。包括身材沐浴、长相，甚至于我估计过去那些妈咪连味道什么都会解决，肯定中国古代有一套东西，不然中国当年像南京宋朝怎么能搞得那么发达？那个男的天天都不在家里，流连在这些场所，就为了跟这些人待着。那他就一定是在各种综合体系都让这个男的获得极大的舒心，绝不仅仅是 sex 那点事儿，不仅仅是这点事儿，一定是很多综合层面都让这个男的很舒服。那这个男的除这个以外，这个女的以外，他在其他的所有类似场合都享受不到这种舒心，对吧？回了家，这个女的一说话，他就不喜欢听，这女的的动作，这个身材感觉、皮肤什么都不喜欢，你说她怎么待得住啊？待不住啊。然后是这个给她的交流如果还有一些才艺就这个男的喜欢就更是了，所以他就会天天往那些地方跑。当然这些地方呢，因为从小培养就是为了如何能让男人高兴的，他们也会更擅长这些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在那个方面开始形成的都是快餐文化，因为中国人都不懂这些东西，丢了几千年了，特别是解放以后，全都破四旧，全都破没了，所以几乎就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去做。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开始有钱人享受到都是最原始跟最基础的后来可能通过一些什么，那时候当年我们那时候叫毛片儿后来又通过慢慢的去感觉。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女孩子在某些场合，女孩子她们会在技巧上，在她们认为的发明创造的一些创新感上做得很突出，但是她们脱离了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就是她们的想象力更多于在于自我领域中的女性创新。脱离什么？就是一个男性的有条件的群体去沟通和交流，找到他们的痛点，就找到这些男性在这个领域中相关的痛点都是什么地方，然后针对这些痛点去做的一些优化如果针对这个，那可能做的就不太一样了。书里面写的房中术大部分也是跟性有关系的，但实际上远超过性方面的东西远超过性方面的东西，好吧？对，有 AI 也是个很可怕的事儿，有 AI 可能很多东西都会被重新恢复跟加持，不一样的恢复跟加持是不一样的啊。讲这个一男一十女，这个基本上不太现实，这个不太现实，不是其他的问题，我实话告诉你是体力问题，体力问题。女性是这样子的，女性呢，根据她们的本身的个体的结构不一样，要细化呢能到10个类型，大致呢是有3种类型，大致是有3种细化呢就比较多。大致的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永远没有高潮，甚至没有感觉，这一大类女孩大家看过可能是索菲玛所演的吧，什么路易14情妇等等，就这边男的跟他在里面吃鸡腿这是真的。就是有一大批女性，她们所有在上面的表现全部都是表演，因为就没有感觉。有的呢可能还好一点就是外部一直这个靠那个什么会有，有的里外都没感觉。所以不管如何做，如何进行都没感觉。这是一大类。第二类呢是有了感觉，来了高，不能做了，极其痛苦，不能做了。就是一切的神经在高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全部都收集，全部充血，就不能再继续了。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儿，你别你的又很那什么，那就可能有你那种某种程度，如果你遇的使女全是这样，2、3分钟女孩就不灵了，你下一个再2分钟，那你有可能。第三类呢，可以一直有，一直有，只是间隔的长短不一样，表现的不一样。你们经常说到的喷水也是这一类，也是这一类。第3种底下呢可能我说了才有10类，待会儿以后再说。
所以呢，就这一类呢是能够一直。那您遇见一个这样的，您就是2小时搁这点儿，你别看他柔柔弱弱的2小时搁这点儿，他说不行，他还能行。您还遇10女，对，您那体力啊，那您得最起码1、2级运动员，国家运动员，您才有可能往下坚持。所以不是其他的问题，是你体力不行。我讲的没啥呀，我讲的没有什么超过东西的，我也没用任何敏感的词儿吧？啊，不会被封吧？对吧？应该不会吧？就是你们要觉得听的不舒服、敏感，就是不舒服、难受了，跟我说，我就给你们减轻点儿，因为这毕竟是个试播，我也不知道你们大家的程度能接受或者感知到什么样儿啊。所以呢，那个不是奔放，告诉大家一个阳面儿，一个阴面儿，因为你们见过的人，包括那么多大学教授、老师，哎呀，堂堂正正的，我可是真的知道太多他们的事儿了。对，所以呢，就是男人，你们在座的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男人啊？听我的是不是都是男人啊？你们自己问问你们自己呀，别问我，你们问问你们自己行不行啊？你们自己每天这些事儿，你们自己想的多不多呀？啊中学生别听了，所有未成年的人全走啊，不许听啊！所有女孩子也别听了，女孩子也全走，听明白了吗？以后我要在我那频道上写一个这个未满18岁与女性进入，我到时候加一个条，好吗？加一条，就大家都别听了真的别听了，这个我建议大家不是什么好事儿，好吗？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然后呢，那个就排除，好吗？排除。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走吧，现在就走吧，要不然我心理负担老重了，不然我一会儿就关了。你们就别听这个东西别听这个东西啊，这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呀？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就像我说的，她最后能通过这个方面拿捏住一个男的，也是蛮容易的。因为呢，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上都没人知道怎么去通过这个拿捏一个男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女孩子有意识的在这方面去努力，她想拿捏一个男的也蛮容易的，真的也蛮容易的，很多东西都会被忽略掉啊。所以男性真是有弱点的，真是有缺陷的，这个弱点和缺陷也改不了，弱点和缺陷也改不了啊。18岁，那个反正就尽可能的别去听，好吗？尽可能的别去听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不那什么的话呢，就是永远是年轻女孩子比年纪大的有竞争优势，这是没办法的。就年轻女孩子比年纪大的有竞争优势，但是呢，综合强，就是你的谈吐、你的背景、你的感觉，特别是你的味道，让男孩子很舒服的话，那你就可能这个年龄的这一点就会被略得很厚，就会被落得很厚不一样的。男孩子拿捏女孩子，真想问我是吗？我跟大家说一个，大家别难受啊。最大的力气，女孩子也别生气啊。男的拿捏女的最大力气就一个字儿，钱 ，money。对，就这么一个字儿。就是真的，你看很多女孩子这傲气那傲气，这条件那条件。坦诚的说，你只要不是一个谈吐很庸俗，让人觉得很低端的男人，你让人觉得哎行，长得也可以，谈吐也还行，不讨厌，都不用说你吸引人。剩下的只要你靠这个某种程度，包括一些在位置上的没有拿不下的，只是在于这个东西的多少，没有拿不下的其他东西不多说啥了不多说啥了你们说我说一个人，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大家自己去猜啊。比如说某人在北京丰台区的保时捷 4S 店买过42辆帕拉梅拉。对呀，就一般见面聊2次，啥都不说，一辆帕拉梅拉送掉。
然后呢，弱一点的呢，就是40到50万的积家的约会系列在 SKP，所以它有十几年都在 SKP，每年店庆的时候都是买的最多的每次都买一堆，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出了当然了，还有呢，那个时候流行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情人节、情人桥梵克雅宝的情人桥，对，而且一定是单支的，不能是双支的，双支是后来的，单支那个情人桥画珐琅那个女技师就画了那么多支，后来出车祸死了，所以必须是单摁扣的情人桥。所以这个东西拿过来，没有，是聊啥都不好使，女孩子真的女孩子聊啥，她跟你说1000道1万，讲这个讲那个，都是这样。然后第二个，这个之后呢，女孩子还爱虚荣，还爱虚荣，所以呢都不复杂，都不复杂。您去淘宝上就可以找，但是一定要大朵的。这女孩子可很懂的，那小枝跟大枝差得很远。所以先了解一下人家门有多宽，门窄了是没戏的门有多宽，先跟你说什么1000朵玫瑰，蛮简单的，只要门够宽，告诉一下门的尺度跟距离，为什么窄了？进不去，听明白了吗？大家能做过的知道就再往下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没有啥说这个那说那，说1000道1万，什么演电影全他妈扯淡，我就可以实话告诉你，全他妈扯淡。女人对钱的在意程度财富的在意程度远超你们想象，远超你们想象，好吧？所以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啊。你看你的目的了，如果你的目的是背景，我讲过，那你就奔你的目的去，那他有什么其他缺陷已经不重要，其实你都不在意他是男的女的，因为你的目的是他的背景和资源，听明白了吗？这个不在咱们主要的话题之内不在咱们主要话题之内。刚才不是跟我说女孩子怎么拿下最重要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呢不一样的。那有没有女孩子这么干？有比如说北京、上海都有，不管百子湾还是明珠桥，都有这么一大帮女孩子，明面上一递都是什么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什么蓬阿迪卖飞机的，都是这些东西的这些女孩子看着一个个全很高级，自己比如开着什么奔驰、奥迪、宝马呀这种车，住的北京郊区的别墅，你也不搞是租的还是买的吧，会请你去他们家吃饭，会送你东西。那这种高端女的，第一个她得知道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这就是属于那种感觉。第二个，她能心里，这种女孩子目的性都是最少是上心的，保持长久关系，甚至有些人是想嫁你的是想嫁你的。对，那他给你老送东西，那礼物的价钱都在这儿，那你想你给他那得什么回所以他们搞定很多男孩子很容易，因为男性一般的在外面都是给别人东西，你过个节，啪啦，人家送你一个 Hermes 的钱包，你说你啥感觉呀？对呀，突然间你一下，你说你啥感觉呀？你这自尊心都受不了。对，他真的你自尊心都不会让你去说，哎，拿着受着不回一个特重的，根本不可能。你知道吧？所以就没办法就没办法啊。然后呢，官员的媳妇儿很慎重，就是我接触这些人，他们也要找比如北京的电影学院的男孩子，很多都是被这些人，但是他们找男孩子的时候的路子不太一样，路子不太一样。就他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换得很频，很少有人待够1个月，价钱不一样，抢20万、40万、80万，讲得很清楚，就是赔1个月，赔1个月然后1个月之后呢，这事就完了，找干净的、简单的小男生我看的这些男孩子，因为军队的，我看都是那种看着就没什么社会经验，文文静静的，然后跟个大男孩似的，都是这样子的男孩子。对，他们不会去找感觉上有任何社会度的这些男孩子，不一样。汽车的主意，什么汽车呀？没看上面，我都不知道什么汽车。
啊，好吧？所以呢，这是不一样的啊。对，有些人他这个就不属于我嚼的范围了，就是男女之间，那人家邓文迪还跟英国当时的首相人家这事儿呢，这你说能是我讲的范围呢？这就跨越不了，对吧？跨越不了，所以最后呢，连那个默多克也拿他没办法，只能离个婚。你就是抓这个人家给你戴这个绿帽子，戴的都太高了，是吧？啊，所以这个咱讲不了啊，这咱讲不了。门宽我讲过，你们在座的一定有人经历过。你们知道1000朵玫瑰是多大一捆吗？你门窄了抬不进去，明白了吗？所以呢，你得根据门宽，那门量窄了你就送不了，最多送个199朵，知道吧？199朵也很大一捧了，啊，也很大一捧了，啊。大家有什么什么问题200斤的名义。现在不是国内下面出了一个段子吗？杀了个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杀了个猪，说这200斤一头猪，杀了都很爽，大家看看，说像这个号都能被封，就是因为说200斤一头猪杀了，让大家看看，国内的200斤好敏感啊，所以不能随便聊200斤。SM 是爱好，知道吧？您得真找着爱好，您是那一还是那零？也就是您是那 S 还是 M，不一样的，那个爱好不一样，对口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圈儿里面也有很多是有个人自己爱好的，那你也得尊重人家的爱好，不一样的，好吗？所以看你是什么，嗯。这个疫情的事儿，这个真的事儿，其实本来想说，但是我告诉你是真的，我可以在这儿告诉你真的，咱们要是八卦聊，国内可不是他一个。我跟大家讲，就光军队口的老干部，因为打了第三针，因为当时军队强迫打第三针，从去年到今年，因为打了第三针，急性的什么什么胰腺癌啊，各种东西发作的，我知道的就十几个人了。就是第三针，年纪都不大，年纪都不大，小的只有60多岁，大的也就是70多岁，都是很突发，身体很好的，什么飞行员之类的，就是第三针。这些人都有一个统一特点，就是打了第三针，国内的疫苗啊，确认的，然后就都去了。就是最近还在安慰一些人，这个疫苗的问题，所以大家就真的要好好想想，这是个挺大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它是个黑幕，人也不能出来去解剖啊，不能出来去解剖。外面的没事儿，主要是国内的，国内的，嗯，周你不是都确定了吗？那周海媚的事网上发那么多，你还问我，那我不能说他没那个啥呀，对呀，啊。不麻烦，这俩在这儿咱做魔鬼，咱在那儿做天使，咱在那儿讲阳面在这儿讲阴面人生这些东西，你说我扔了多遗憾。我给你们讲讲，可能某人听了就有点经验，对吧？那可能在某些领域中碰见什么事情就好办，就好解决。哎，你说这些东西开个玩笑不讲了，没有你还在领域中自己摸索，不是累吗？对吧？跟大家提供帮助，所以这俩不一样的啊。柳同学一般般，很一般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明白，就这个女孩子的这儿其实也差距很大的，差距很大的。你们去网上应该有很多人都给你们讲过，也应该都很多人讲过啊，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如果它没有呃支撑大就是一种丑了。知道吧？啊，形状各种东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国外没事儿，国外没事儿。这分东西，不是说这个你跟你有关。我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新华社有一个朋友去荷兰，当年我们就劝他一定不要去尝试，就老说这个你不要去看这个女孩子，不要去尝试，他就不听，他就觉得兴致盎然，到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去尝试。大家知道能在玻璃外面看什么这那的，
最后按时间收费。我回来以后真的伤心了，抑郁了。为啥抑郁了呢？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进去了，他觉得他要开始了。你看人家很客气的问了一句，说你进来了吗？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跟人跟很多东西有关。我有一个哥们儿叫孙悦，比我岁数小，打篮球的，北京篮球队的，有幸呢在洛杉矶湖人队当过一段时间替补，一场都没上，还得了一个铁的戒指，总冠军戒指。对，很幸福的一个事儿，人家上场的运动员都是金的、铁的，但是也是总冠军纪念戒指。他呢有一个东西永远是湖人第一的，就是永远是第一个冲入到洗浴室，就是训练完了干嘛了，冲入到这个洗澡的地方洗澡，第一个洗完最快穿上衣服的。回来为什么？大家知道孙悦也是老玩来玩去，在北京多少车震这事那事的。后来为什么在那儿那么乖，那么穿衣服？他就讲了一个，他说他妈的老黑那个东西真能缠在腰上。没法跟他们洗澡，因为在这体育的这个篮球的地方都在一个地方洗澡。说在那玩意儿什么的，别人不嘲笑你自己，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景象。所以讲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你老说人家女同学的事儿那你就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身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们自身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想，孙悦都自卑成这个样子，对你来讲还得什么？我可没跟孙悦，我又不打篮球。孙悦自己说他的篮球队洗澡，在湖人洗澡的场景，回北京舒服多了，洗澡舒服多了，好吧？不一样的，好吧？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的事儿和那什么的事儿以后讲吧，到时候你们真感兴趣，咱们这聊成这样，我过几天吧，我建一个群，你们感兴趣的，就飞机群什么之类的，在群里可以给你们发点什么，应该没事吧？超尺度的照片、视频什么之类的，应该没问题吧？应该是你们大家有经历的，飞机群能发这玩意儿吗？飞机群里能发这玩意儿吗？可以是吧？行，就以后建个飞机群嘛，因为我在这儿发肯定会被封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认知一下这些人，然后你们猜一下这些人是谁。然后刚才那个问那个李一某的人，我到时候可以给你看看那个你就看到了你就看到了，好吧？明星都一样，就是价位的问题和关系的问题，对吧？价位的问题和关系的问题，哪有不吃腥儿的鱼啊？只有被高的包的，底下的就没法做的，就跟我跟大家说的一样，对吧？您要是，这个，您要是不什么，您要是那个叫昨天我说曾庆怀那个位置，您要是做到曾庆怀的位置，您哥哥叫曾庆红，您说谁不得好好伺候着你啊？这个就没有办法，谁都得好好伺候着你，没办法，好吧？没办法啊。然后包括就跟大家讲讲，就问过呀，这你们这么喜欢王校长这样的，一样啊，对吧？比如说我就问问这个周杰琼我说王校长怎么样啊？人家说这表现在那上面哪样啊？人家说一般，很一般等等所以我就开个玩笑，我说我就知道为什么女孩都是即沾即走了，很多女孩都是沾一下就走了，沾一下就走了，很难保持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些关系雪梨之类的，是吧？那我就明白了，对吧？对，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讲的这个周和那个王校长之间是谁和谁，他们俩有啥事儿，这网上应该能查着，对吧？所以呢，就都知道，对的。所以你说天天看着他带那么多女孩有啥意义呢？他根本都玩不到档次，他就天天出去炫，天天跟女孩出去炫，就没有一个女孩真的让他上心上头的，天天拿个女孩出去炫，一样。
就你们在网上看那个叫都美竹，不也一样吗？都美竹讽刺那男的叫什么来着？啊，说你看我这大吗？我看我这怎么样？2下结束战斗什么这那的，就是好多这些人没有，其实没有真正把这个玩意儿享受到琢磨透呢，没有享受到琢磨透呢。对，李同学第一件事儿，因为他们都是现金，所以这个现金搁在那儿呢，男同志就进去洗澡了。能看呢那个视频啊，李同学第一件事儿就您这个是咔咔开始从那提兜里数钱。17、18年，当然他价儿还不高，12万还是14万，我记不得了，12还是14啊。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咔咔在那儿数钱，人在里面洗，哎，所以呢，只有你们不知道的啊，只有你们不知道的，好吧？对，当年呢，那是嘴上说戚薇的事。我当年呢是有一个同学啊，有一个同学啊，我说完了人都得骂我，那没关系啊，叫张哲，你们可以查是唐德影视的大股东之一。对，那唐德影视呢是很奇怪的一个公司，因为大家都知道赵薇跟范冰冰是死磕，但是唐德影视他们俩竟然都入股了，还都是大股东。当年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我这同学。这圈里面全都那什么过，全都那什么过。所以呢，当时唐德影视的董秘说，从来不知道张总在谁的床上早晨醒，从来不知道。哎，这个，所以呢，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他当年赵薇结了婚了，赵薇去赵薇家被赵薇他爸说的啊。我们这个同学的圈里面，谁要想要点这些人的签字的照片就找他，随时一个电话，一堆一摞一摞送过来。嗯。现在不是这个价儿了，啊，李一某现在不是这个价儿了，那是当年，一定要记住，那当年大 MM 还有2万4万的价儿呢，现在都不是这价儿了，知道吧？啊，台湾的抱歉，我还真不知道。您问这林的是台湾的，我还真不知道啊，没太问过这个海外的东西啊，但是看那个谁的情况，应该也不会特别贵，嗯。你说这个第一桶金是啥玩意儿啊？第一桶金就多大规模算第一桶金？对呀，如果你要是就是当年几百万，那我90、91年在广西北海1990、1991我讲过了，在广西北海倒卖红线图、蓝线图的时候，我就挣过200多万，这算不算第一年第一桶金？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吧，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啊。其他就不说了，这不知不觉又1个多小时了啊！讲这玩意儿挺快，你们下回可以在里面想想主题，好吗？我现在每周先讲一个啊，空军大院，对，复兴路14号啊，复兴路14号，对，空司，我就是在那大院长大的啊。那个每周现在咱先就讲一次，我会到时候在文稿里面通知哪一天。然后更多的时间我不在这上面多讲，更多的时间呢，可能我下周争取吧，最晚下周，下周争取就建一个群，就更多的一些你们要看的东西呢，你们大家去听那个八卦都那什么呀，可以拉到群里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不要钱啊，不要钱，声明不要钱啊，1分钱都不要啊，就是聊嘛，我开个玩笑啊，对，搁在这里面东西啊。我怼他干嘛呀？那傻逼什么都没经历，你都不知道他穷成什么个逼样。因为什么？他当年也没有发过财，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多久。其实他挺有才华的，但是呢，就是欲望的问题，知道吧？他当时碰那小鸭子是西门子的那小鸭子，就不是那个女人妖，对吧？但是还没有拉了的啊，然后给人家夸的花儿似的。但是他因为出事的特别早，你们去查颐和黄金就知道。所以呢，他进了看守所，关了11个月，出来就怕了，跑去加拿大。你们自己应该问问身边的人，如果已经从中国跑了10年，且没有多少钱在加拿大的人，他现在能混成什么样？谁需要他？他连药都没有，他不是说卖给中共，开个玩笑把屁股卖给中共，他现在狗屎都没有。
我为什么不在正经频道聊他？他拿啥资格跟我在一个层面上去聊呢？真的是，我随便一个东西都弄死他。那你们聊八卦，我到时候给你们看看我有多少好玩意儿。其实我随便一个东西都够他全家身家性命的。对，他现在因为跟中共搅和在一起，不太想理他，明白了吗？啊，你们愿意跟他一块儿去混的，你们就去，因为他啥都没有，穷的叮了当啷的。你说你跟这么一个人干嘛？全吹牛逼。他10年前还真的有点真牛逼，现在纯吹牛逼，什么都没经历过，什么好东西都没见过。您问问他，利丰、开云、路威明泉集团是干嘛的？我不开玩笑，你问问他，利丰集团是哪个国家的，他都不知道是瑞士的，对吧？您问问他，梵克雅宝卡地亚是哪个集团的，他都不知道是利丰的。你问问他，积家是哪个，他都不知道是瑞表的，Swatch 集团的。对呀、就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所有高端上面的你就别提再往上档次了，小白丁一个，底下什么都没见识的。您不信您去问问他，对吧？你问问他啊，这个斯坦芬尼瑞士是个什么品牌？斯坦芬尼瑞士他见过吗？我斯坦芬尼的瑞士的帽子就40多顶。你们不要看我每次戴一个帽子，哎，我戴一个什么小破帽的，你们有机会去查查我那帽子在网上都多少钱。我哪个帽子最便宜得上万呢？我哪有上万以下的帽子呀？对吧？所以呢，我聊他啥呀？我聊他啥呀？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聊了，所以我就不聊了。你们自己反正我这放在这儿，我也不删啊。你们自己愿意给他看的，你们自己截了给他看。那本来就是，对呀、吹牛逼还主席，他是个屁呀、他是。对，所以呢，他连这个别说有钱人，他连稍微富豪的圈儿他都沾不上，他别往上去靠。他现在是因为跟中共弄的东西。好，那在这聊八卦，说他几句，你们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不理他了，啥都没有。所以你说你们追干嘛？你们追穷光蛋，没见识，上面什么人都没有，国内什么人都不认识。10年，国内什么关系资源都不认识，当地加拿大什么关系资源都没有。我跟加拿大上层的几个人很熟，都不认识这个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就在底下一个乡村的房子里，在那吹牛逼。你说你们一帮人看一个傻子，一个干啥，对吧？啊，不多说了啊，就这么着啊，就这么着。